Bonjour, je m'appelle Cassandre。实不相瞒，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具有独特风味的法式果酱 Confiture d'ananas à la vanille et au rhum 兰姆香草凤梨果酱。我们需要的材料有香草精1/2茶匙，兰姆酒50毫升，细砂糖375克，柠檬1颗，去皮去心的凤梨果肉500克。先来处理凤梨，把凤梨切成6等份，切掉粗硬的凤梨心。将这些黑籽去掉，会让成品更完美哦。切成0.2到0.3公分的厚度。在锅子里加入凤梨、糖、香草精以及柠檬汁，
以中火加热。煮到微滚就可以关火了。贴着凤梨表面盖上一张烘焙纸。放凉后送进冰箱冷藏过夜。糖制一夜的凤梨会有点透明感。以中火加热。沸腾后再煮8到10分钟，或温度达到105度C。持续搅拌并捞除浮沫。时间到了之后，加入莱姆酒，再煮3分钟。趁热装入已消毒过的果酱瓶。
盖子一定要旋紧哦。倒扣放凉后，送入冰箱冷藏保存。我们来做一杯荆棘凤梨气泡饮。莱姆凤梨果酱是一款相当有特色的法式果酱。然后说，在我们第一次听到这款果酱的时候，就非常好奇，莱姆酒加上凤梨会是什么味道呢？那结果再把莱姆酒倒进去的那个瞬间，马上就明白这款果酱为什么这么受人喜欢了。因为凤梨跟莱姆酒的味道都很鲜明哦。那没想到它们组合在一起，不仅不会彼此抢戏，反而融合出一股很独特的香甜气味，而且果肉还呈现出晶莹剔透的琥珀色。那这次的食谱，我们是参考法国果酱大师 Christine Faber 的配方，但我们做了一些调整，主要是因为台湾的凤梨都太甜了，像是金钻、甜蜜蜜或者是牛奶凤梨，所以在糖分的部分呢，我们减了蛮多的。还另外增加了柠檬汁的分量，因为希望做出来的果酱是甜中带点酸味哦，比较有层次感。那这次的果酱呢，在做法上简单来讲就是第一天只要加热把糖融化，然后让它的糖汁一整夜，第二天在煮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大幅缩短熬煮的时间。那这样子做出来的果肉会非常的 Q 弹完整。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做这款果酱要留意的小地方。首先就是我们这次有把凤梨的那个小籽籽挖掉。那这样子做出来的果酱呢，它在色泽和质地上都会比较清透。如果觉得很麻烦的话呢，也是可以省略啦。那它不是一个必要的程序，只是为了让成品比较美观。那另外在法国，这款果酱还有延伸的做法哦，就是加入胡椒、八角、丁香等香料。那听说做出来的风味也很迷人，大家不妨也可以试试看。最后就是关于这个果酱的保存。那一般来讲，果酱在未开封的时候呢，都可以放好几个月，但前提是果酱瓶一定要彻底消毒，那糖分也要足量。那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忽略的地方，就是果酱的瓶盖。专用的果酱瓶呢，它的瓶身是可以反复使用的，但是瓶盖其实只能使用一次。如果反复使用了，它的密封效果就会变差。也就是说，一旦重复使用，这瓶果酱呢就等于开封状态了。那要尽快吃完。如果是要用来送人或贩售的话，这部分一定要特别留意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是 Gaston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IG、Instagram， 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